开我！放开我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母亲红杏出墙，要不是因为你八字够阴，对父亲有用，你觉得父亲会养你这种野种到现在？现在你要出嫁，父亲却让我给你当陪嫁，凭什么我要因为你这野种赔上清誉？父亲不会这样对我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蠢货！这几个棺材钉可是父亲找道长特意炼制的，配上你的八字，定死你就会变成活人煞，吸引数不尽的游魂野鬼，到时再把你送进燕王府。父亲要为太子除掉燕王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就算我死了，云一娇，你也不会有好下场。这就不劳姐姐你费心了。太子殿下亲口允诺，只要我帮忙替他除了燕王这个心腹大患，就会许我侧妃之位。改观。骤然，阴风刮过，一道红影突兀出现在前方，极阴身，枉死命，活人煞。倒霉蛋，是你在唤我？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们全部去死。可以啊，但你能给我什么呢？哪怕魂飞魄散，尸骨无存，我也要他们付出代价。尸骨无存就算了吧，正好我要回人间办点事，你的肉身归我，你的债我替你讨了，意下如何？当真？以你怨气为墨，判官笔下无虚言。云清雾，此乃我对你的承诺。王爷，小人奉命将我家大小姐与二小姐送来，请王爷提轿门。东宫赐婚，你们尚书府居然敢抬一口棺材来，是存心想咒我们家王爷死吗？尚书府决然不敢。图闻赐婚，我家大小姐惊喜过度，喜绝而亡。我家大人正是因为看重王爷，想着两位小姐纵未入门，也算是王府的人，生死都该由王爷做主，这才将这口喜棺一并送来。岂有此理！就没听说过谁家嫁女儿嫁个死人过来。王爷，先把新娘子抬进去吧，到底是东宫赐婚。消息不假，那口棺材哪怕没打开，我都能感受到那股凶气。云后行这条老狗，为了巴结太子，不惜搭上自己女儿的命，真够能豁得出去的。两个新娘，一死一活，我估计活的那个今夜也会有所行动。毕竟活人煞这玩意儿，须得血亲亲自下手，对方含冤而死之后，再由那下手之人的血点燃怨气，从而招来百鬼。司徒庸医，你行不行？能不能解决掉那些脏东西？可别和你的医术一样，半壶水响叮当。哎呀，小子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有我这玄医在，你们家王爷这么多年还能拖着一身寒症上马杀敌？可玩去吧！少郭总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那云玉娇所在的听雪院已经被团团围住了，棺材那边也有人盯着呢。时辰一到，咱们抓个现行。王府后院，棺材孤零零地停着，一双眼骤然睁开，幽深诡艳。人间，我回来了。现如今的活人倒是比鬼胆子还大，竟敢炼制活人煞这种东西。红白相冲，是准备引来一大群厉鬼，屠了这满府上下吗？于公于私都得管了。无双道长，时辰到了吗？二小姐莫急，时辰到了，贫道自会提醒你。召来百鬼，真能血洗了燕王府。道长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必须让燕王府鸡犬不留才行。还有，你说需要用我的血去引燃活人煞的怨气，对我不会有损吧？事后那云清雾会不会化鬼找我麻烦？不能留后患，那野种也得魂飞魄散才行。二小姐放心，她的魂魄就是诱饵，等恶鬼一来，一鬼一口就把它吃干抹净了。恶鬼吃了怨气生魂，凶气大作，转头就会对活人下手，到时候这燕王府有死无生。这么歹毒的心肠挖出来下酒，怕是能馋哭阴司的小鬼儿。云清雾，哼，
好一个怨鬼，倒是贫道小瞧了你。微末道行也敢招惹鬼物，不如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遇鬼。敕令百鬼入窍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敢将别人做成活人煞，引百鬼害人，那我就送你们一场，让你们亲身体验下这滋味。鬼门关闭前，这2具恶毒皮囊、脏心肝就送你们玩了，给我好好玩，尽情享乐。机会给你了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吧。云清雾尖叫着，率先冲入云玉娇体内。滚出去！从我身上滚出去！好脏，好多脏东西！去死！都去死！不好，不好！情况不对啊！这鬼气怎么都冲这边来了？王爷，棺材里的尸体不见了。入院。终于见面了呀，王爷，好久不见，萧晨燕。还没等青武有别的动作，一把尖刀就对准了他。燕王府的人就是这么对自家王妃的。退下。一身血气，偏又阴风入骨，煞气破命，换成普通人怕是早就死了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难怪他的对头要搞什么活人煞，借用鬼物的力量来杀他。不过这身煞气嘛，对我倒是大补。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这女人太邪门了，还一直盯着王爷不放。我不是想吸王爷的阳气？我是人是鬼，王爷你觉得呢？看来是相府弄错了，皇妃原来还活着。是啊，新婚之夜死了多不吉利啊！白事变喜事，王爷开心吗？开心？这么开心啊？不如接着洞房。此话一出，王府众人险些噎住。本王倒是好奇，王妃是怎么从棺材里爬出来的？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不是我妹妹吗？尚书府嫁女，一生一死，现在我活着死着嫁进来的，自然就是我妹妹了。鬼话连篇。鬼话还是人话，有用不就成了？说起来，王爷还该感谢我呢。瞧见那晕过去的妖道了吗？这人啊，想在王府施法害人，结果自作自受。王爷可要把人带下去好好审查才是。哎呀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让我妹妹诈尸，从棺材里爬出来了，可怕可怕！王妃可真是给了本王好大一个惊喜啊！惊喜收到了，王爷是不是该回点礼给我？王妃想要什么回礼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就拿着千金当回礼呗。王妃只要本王自当奉陪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人是鬼。我受惊过度，走不动路了，烦劳王爷抱我回房。王爷瞧着也不像是重伤快死的样子，总不会抱不动我吧？哎，你这庸医，说好的万无一失呢？那云清雾肯定不是好人，他万一对王爷下手怎么办？你咋呼个什么劲儿啊？没见着你们家王爷自个儿都不怕吗？他都敢主动现身了，你跟着愁个啥呀？倒是那个妖道，赶紧抓下去拷问。萧晨燕呐，你可不怕死，真不怕被那女鬼吸个精尽人亡啊？说好的只是中元节来人间玩玩，你居然私自留下，还借尸还魂！府君爷爷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要打断我的鼻骨头！我要告状！我一死之后，我一定要和你拆伙！真要拆伙？那以后我抓到的恶鬼可不给你吃了。外头那男人身上的味儿你没闻着？入骨阴风，夺命煞气，吃了大补不说，还能长道行，你就不心动？哼，本笔刚正不阿，只判因果善恶，绝对不会被收买的。要不是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，我就信了。别以为当笔的就没脑子，你重回人间，不就是为了找你上辈子父母和兄长的魂魄吗？死后前尘尽消，你是天命阴官，注定了永生永世属于地府。人间轮回一遭，只是历劫而已，何必执着？人间事归人间帝王管。你上辈子历劫时的父母兄长，死后没有魂归地府，自有因果。你非要闯进这因果，迟早要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既是天命阴官，手持判官笔，判的就是因果。若有报应，只管来便是。我还怕他不成？那你帮外面那尊杀神又是为了啥？别说是为了煞气，他身上的煞气是会让你嘴馋，但你不差那点道行。还个人情，
原来是故人啊！快和我约法三章，不能主动坦白自己的身份，阴阳有序，人鬼之间泾渭分明，本就不能有牵扯。这一点你必须答应我。行行行，答应答应。我不主动说，但若是萧晨燕认出我来，那就不算我的责任了。只是萧晨燕还记得他吗？哦哟，他好勇哦，主动丢掉这克鬼的佛珠，还背对着你装睡，引你上钩呢。王爷睡着了？萧晨燕纹丝不动。王爷，你真的睡着了吗？我有点冷。王爷是男子，阳气足，给我供供暖呗。萧晨燕感到森森鬼气，听到女子陡然阴森的语调，不理我，不理我，就把你吃掉。诡异困意突兀袭来，来不及有更多动作，人就昏了过去。让你装，让你试探，我就让你如愿以偿，好好尝尝他的血，看他身上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身上的夺命煞至少10年了，否则不至于到阴风入骨这地步。看得出他身边应该有玄门的人在帮他克制煞气，但收效甚微。能压住这满身阴煞呢，9成还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和常年战场厮杀沾染的一身杀气。毕竟鬼也怕恶人的嘛。不过常年累月被阴寒侵蚀，盛夏也如隆冬，他居然没疯。阿雾坏鬼，你这老熟人意志力蛮变态的嘛。那是夸他呢，你叫个什么叫？废话什么？让你尝他的血，是让你追踪他身上的夺命煞是谁下的？麻烦死了，用你的阴官印查一查不就知道了。要是动用阴官印，下面不就知道我偷溜来人间了吗？给他下夺命煞的人有点手段，首尾收拾得干净，追踪不到。不过气息我记住了，若遇见的话肯定能认出来。呵呵，要你何用？看在小时候的交情，帮你一把，不然谁管你死活。萧晨燕虽然被青武用鬼力弄得昏睡过去，但他的确意志力惊人，一直试图醒过来。他隐约能听到女子嘀嘀咕咕的声音，但是身体不能动弹，也听不清她具体在说什么。昏沉间，萧晨燕感觉到有清冷的气息靠近自己，带着一丝丝若有似无的香气。那香气莫名有些熟悉，似乎在记忆里出现过。这香气属于谁？直到黎明破晓的那一刻，萧晨燕感觉到身上的束缚一消，骤然睁开眼。昨夜我是怎么睡着的？睡着后又发生了什么？这女人把我踢下了床。王妃。床上女子秀眉一蹙，美艳容颜露出了不耐。云清雾，吵死了，你出去！王妃是要本王亲自动手请你起床吗？昨夜就不该只把你踹下床，应该把你堵住嘴，捆起来钉墙上。王爷年纪不大，倒是和老人家一样，觉很少嘛。本王有伤在身，也想多睡会，却不知怎么到了地上。不如王妃给本王解释解释。王爷，你还要我解释？王爷昨夜对人家做了什么？难道都忘了吗？青武看着男人阴沉着脸摔门离开，翻了个白眼儿，骂了句小样，继续蒙头睡觉。门外亲卫们提心吊胆地守了一夜。那个叫无双的女妖道可审出了什么？没有，人还昏迷着呢，上了刑了也不肯醒，瞧着倒不像是装的。能试的法子我都试过了，没准是新进府的那一位不愿意让这女妖道醒过来，直接把云后行领去摘星月。另外把云玉家的那口棺材也抬过去，让云后行这当爹的好好认认女儿。摘星院，云后行看到棺材内死状凄惨的云玉娇时，膝盖骨顿时就软了。王爷，我好好的女儿嫁入王府，怎么就死了？云尚书健忘不成？从你府上抬来的棺材死人，现在管本王质问人为何会死？昨日我尚书府嫁女，我大女儿出嫁前喜绝儿房不嫁，但我二女儿玉娇嫁进来时可是个大活人呢。呀，云尚书记错了吧？明明活着嫁进来的是大小姐，死了的是二小姐啊！不可能，躺棺材里嫁进来的明明是我大女儿云清雾。这倒是奇了，昨夜与本王成婚的是个死人不成？来人呐，请王妃出来见见他的父亲。呀，父亲大人来了呀！何方鬼物，敢在王府作祟？什么鬼物？这不是云尚书你的大女儿，咱们府上的燕王妃吗？不，她绝不是我的大女儿，她是鬼，她肯定不是人。
我大女儿云清雾昨天就死了，我知道了，定是这恶鬼害死了我的玉娇，对不对？贫道刚刚一进王府就感觉鬼气弥漫，料定有恶鬼在害人，这下找到源头了。这位是？贫道法号无极。萧晨燕眸子微眯，司徒静心领神会。没多时，一个婢女打扮昏迷不醒的女人被抬了进来，正是无极的师妹，那个叫无双的女妖道。我师妹怎会变成这样？师妹？此女难道不是袁二小姐的陪嫁吗？此人既是你师妹，那便并非寻常陪嫁婢女。本王现在倒是好奇，上书房陪嫁进来一个女道士，存的又是什么心思？袁尚书，想好怎么解释了吗？我师妹陪嫁入王府，绝无害人之意，实在是因为昨那日子太过特殊，她是担心有恶鬼破坏了婚礼，这才跟着嫁进来的。不曾想，我师妹还是被害了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此等能借尸还魂的恶鬼，最会蛊惑人心，施展鬼遮眼等邪术，干扰人的神智。此鬼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对，这恶鬼杀我女儿，不能让他留在人间继续作恶。两人本就是一丘之貉，现在笃定了云清雾诈尸报仇。好一个狗道士，胆子不小，空口白牙。你说我是鬼，我便是鬼了。还想狡辩？贫道这就让你现出原形。我说王爷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别人上门来污蔑你王妃，还是不是男人？王妃所言在理，云尚书和无极道长既笃定王妃是鬼，那就拿出实证。孰若不然，那就都去当鬼好了。贫道自有办法证明，恶鬼为火，只要架起柴堆点燃大火，附身的恶鬼自然会被逼得现形。傻逼，活人就不怕火了？是个人丢在柴堆上被火烧，不是鬼都能给烧成死鬼。你何不建议直接砍了我的头，看我还能不能接着喘气儿？金武白眼一翻，蠢出升天的东西。无极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王府众人险些笑出了声。不过要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烈火考验也不是不行，就我一个人上火刑架多无趣啊。按你说的，鬼才怕火，反正你是人，你也不怕火烧，那就一起呗。你要是怕的话，那就说明你不是人，不是人那就该一刀砍死。来人，架柴。两个柴垛很快堆起，柴堆上被浇上了火油，熊熊烈火很快就燃了起来。区区恶鬼，区区一群凡夫俗子罢了，真以为这点火就能要了我的命？活人煞失败又如何？今日我就将计就计，用这场大火焚了王府，让燕王和仙太子一样都葬身火海。无量天尊，祝融借火！下一刻，青武那边的火浪暴起。你很喜欢玩火吗？玩火？不好意思，我在阴司也是个玩火的行家。祝融之火专克邪魔，刚正不阿，借火神之威，作恶者必引神怒，反噬自身。火光冲天而起，卷起烈焰。怎么回事？无量天尊，请祝融去火，请！哪儿来的狂徒？敢借火神之身作恶？火神？不可能啊！以我的道行，怎么可能请得动火神？就连我师尊也没有这个能耐啊！凡尘妖道，敢借火神之名行凶，该杀！不，火神恕罪，我错了，玩火自焚。王爷，妖邪已遭天谴，我的清白证明了吗？自然。王爷，臣冤枉，臣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先是将死人嫁入王府，又带妖道入王府行凶，云尚书谋害皇祖，死罪。误会，真的都是误会。臣也是被蒙蔽的，臣是担心王爷，今日才带他过来的。担心？我还以为父亲是来上门收尸的呢。我说父亲呢？现在可记清楚了，嫁进来的死女儿是谁？是玉娇，死的是他，是他。青雾，你原谅父亲，父亲也是被蒙蔽的，咱们是父女呀，骨肉相连，我也是心疼你的呀。蠢出升天的东西，还当我是云清雾诈尸呢？便是真的云清雾，瞧见他那狗样子，也只想生吞了他。是啊，谁让咱们是亲父女呢？亲人间哪有隔夜仇的？再说了，
好歹你也是王爷的岳丈，王爷大人大量，也不会真的要了你的命，是吧，王爷？萧晨燕眸色幽深，他不认为眼前的云清雾会轻易放过云后行。看在王妃的面子上，本王不是不能宽恕云尚书这次的冒犯。那我替父亲谢过王爷了。不过我与王爷新婚大喜，府上留口棺材和死人多晦气啊！既是出嫁前就死的，那玉娇妹妹可算不上王府的人。这尸体和棺材呀，当初是怎么从尚书府抬出来的，今儿就怎么抬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瞧着妹妹的怨气有点重啊，父亲可得好好置办丧仪，毕竟这枉死的鬼头七那天都得回来报仇的。我要住大院子。王妃想住何处？鸢尾院。确定？王爷舍不得。好，谢了。哦，对了，伺候的人别安排太多啊，我喜欢清静。司徒静，世上可真有鬼物能够借尸还魂？这个，反正我没见过。就算是有，那也得是百年道行的厉鬼了吧？那这种厉鬼要借尸还魂了，还不得大杀四方啊？你觉得王妃是人？的确不像人，不过瞧他今天那样子，显然是想弄死云后行的，没准儿还真就是云清雾诈尸呢。毕竟他被弄成了活人煞，昨儿又是中原，有一身凶气也正常。但是怪了，那妖道借祝融之威遭到了反噬，可他却安然无恙，这点说不通啊。鬼物为火，火神祝融专克恶鬼，按理说不会放过他才对啊。专克恶鬼？那当年东宫那场烧死上百人的妖火又是怎么回事？当年先太子被污蔑与郑国侯勾结叛国，先太子自焚东宫，萧晨燕蛰伏10年。这次回京就是要重查当年旧案，为亡父先太子证明，也要为郑国侯府洗刷冤屈。他既要向云后行复仇，与我们的目的倒是不谋而合。借此机会好好吓吓云后行，务必在他死前将他当年构陷郑国侯的罪证找出来。王爷，要我说，您还是顾着点自己的身子吧。中元节这几天，你寒症发作那是最厉害的。咱们府上呢，现在还多了尊煞神。那妖道有句话说的没错呀，鬼心难测。他现在只想搞死云后行，但并不代表他不会对别人下手。不冷。什么？今日我不觉得冷。准确说是从昨夜开始。起初他并没有察觉，但这半日下来，他感觉变明显了。阴煞之气还在，但却不像过去了，每时每刻侵蚀他的骨髓。过去须得靠佛珠和火狐场压制寒意，但今天他披着火狐场，背上竟隐隐的出汗了。细查妖道无极，本王要知道他与东宫那场大火有何牵扯。另外，将绿鞘红蕊派去鸢尾院伺候。这居然派小红小绿过去？哎，小百岁，我记得当年你们3个都是被王爷从人牙子手里救出来的吧？我这就去找红姐绿姐，务必让他们小心盯紧了那个女人，不能让她在鸢尾院里胡作非为。哎，我刚刚就想问了，那鸢尾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也不能说特别，就是那院子是以前小小姐住过的，王爷怎么能让别的人住进去啊？啊，哪个小姐啊？哦，郑国侯府那个早死的小郡主啊，难怪刚刚问我借尸还魂呢。萧晨燕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瞎想什么呢？咱且不说郑国侯府那位青梧郡主死了都10年了吧，就算借尸还魂，那醒来之后也不会是府上那尊煞神的德行吧？鸢尾院这边，青梧有些缅怀，居然和他过去住的时候保存的一模一样。啊，你故意的对不对？说好的不暴露身份。我哪里暴露了？这鸢尾院肯定和你有关，我就说你以前在下面没事老画这鸢尾花干什么？那说明萧晨燕和我志趣相投。哼，你就吹吧，他刚刚看你的眼神明明不对。云清舞啊，他叫你什么？他叫的是云清舞，不是云清雾吧？王爷刚刚是在叫我。你究竟是谁？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你的王妃云清雾啊。云清雾如何知晓鸢尾院的存在？听说的呗。王爷虽久不在京城，但这王府的风吹草动有的是眼睛盯着。萧晨燕看了他许久，忽然自嘲般的扯了扯嘴角。之前我一定是疯了，才会生出会不会是那个小豆丁借尸还魂的念头。若真是那个小豆丁，再怎么变
也不该变成这样邪气诡艳的德行。不要煽动鸢尾院的一草一木，尤其是这盏花灯。但既已答应了让眼前人住进来，再反悔也是无济于事了。好痛啊！我的心好痛啊！是我呀，父亲大人。救命啊！有鬼啊！去吧，接着闹。当年云后行背后另有主谋，叛国这么大的事儿，这家伙不会不留后手保命的。好家伙，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少说也有几十万两吧？人间当官这么来财的？耗子进米缸，还不吃个肚儿溜圆？哎，你对这里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这里曾是我的家，老皇帝倒是舍得，竟把侯府赐给了云后行这个狗东西。哦，难怪你要帮那个云清雾报仇，你这是纯纯的公报私仇啊！不对，明君爷爷下过禁止，你不可查阅任何历劫时的事情的。你是不是偷偷看过生死簿了？否则你怎么知道云后行当初害死了你父母兄弟？放心，就偷看了一眼，看得不多，只看到是这条云老狗故意断了大军粮草，还向胡人泄露情报。精武要找父母兄长的魂魄，也要洗掉他们身上的污名。哪怕这些年他一直在幽冥之下，可每逢中原人鬼两界相交的时候，他都能听到当年那场大战战死将士的家属对镇国侯府的咒骂，骂镇国侯府一家上下都是叛国贼，钟鼓蒙冤，魂魄无踪，何其可笑。说好的只是找魂魄呢，你分明还想报仇，阴官擅杀凡人是犯忌讳的。我哪里杀了？报仇的是云清雾。再说了，云后行不还没死呢吗？他没管那些金银珠宝，径直朝暗室一角书桌而去。上面有个匣子，被上了好几把锁。他想也不想，决定先把这匣子带走。至于这些宝贝，等我回去用个五鬼搬运之术，1毛钱也不给云老狗留。那匣子内放的居然是账本，看上面的日期，好像和你要查的旧事没什么关系。话说你这么火急火燎赶回来做什么啊？自然是等人上门来找我要东西喽。来了，王爷深夜来鸢尾院，是想我了吗？王妃觉得呢？我觉得王爷定是想我了。王妃今夜一直在府上？不然呢？尚书府书房。我娘家怎么了？云清武，你要与本王一直这样演下去吗？我手上吧，的确握着点东西，王爷若想要，也得付出点什么才行吧。再说明日归宁，我回娘家总要带点回门礼，王爷你得给我把面子撑起来。不管是人是鬼，皆有所图。云清武，你又图的是什么呢？你说。那就金山银山来几座，宅邸10座，婢女小厮20个，再来20匹马吧。我这要求不过分吧？这点小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，王爷也太抠门了。本王还以为王妃与令尊关系不睦，不曾想倒是挺会贴补娘家。哎呀，谁让我这人孝顺呢？我那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简直是可怜呢。我这当女儿的当然要帮他把妹妹的丧事风风火火的办起来。这金山银山宝马香车啥的也不嫌多，好歹让他下去了，手里也有点闲钱嘛。王妃是要本王送你一堆纸扎当回门礼？是呀。萧晨燕看着他狡黠的模样，有一刹又从他脸上看到了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，心脏骤然缩紧。那个小豆丁已经死了，纵有相似，也只是巧合。眼前不知是人是鬼的云清雾，更不可能是他。对方的所图与他猜测中的简直是南辕北辙，还真是奔着不把云后行吓死也要气死去的。只是这些会否寒酸了些，损了王妃的颜面。听上去我是有点吃亏啊。那不然剩下的王爷肉偿，他身上的煞气对他本来就是补品。拜见王爷。王妃，老爷和夫人悲伤过度，难以下榻，这才让老奴出来迎接，请二位恕罪。那日送亲时来的也是你，本王陪王妃回门，云尚书却让你这种阿杂东西来相迎，是想给谁下马威？燕王这个杀神哪里是来回门的，分明是来找茬的。也罢，
狗随主人的味儿，本就是个粪坑，还能腌出啥好味儿来不成？夫人在后院那边等小姐呢。后宅女眷之地，萧晨燕自然是不便过去。护好王妃。是。哟，萧燕台今儿转性了。尚书府好大的狗胆！哼，你这野种还真是命大，被炼成活人煞都不死。虽不知你是走了什么运道，有了通玄的本事，但你以为就凭着你那点微末手段，叫个小鬼过来，就能在尚书府兴风作浪了？速速摇铃！啊，好吵，头要裂了！是不是感觉头痛欲裂啊？这铃声只需再响半炷香，你就会变成个疯子。届时先将你剁碎了喂狗，再让你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，让你给玉娇陪葬。听上去好可怕哦！给你半天发挥时间，你就整这点玩意儿？哎呦，你没事？怎么可能？不然呢？好歹那2个妖道还有点道行，你一个普通人哪来的自信啊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昨夜那鬼可是听到铃声就束手就擒了。打脸这事儿还是得亲自动手才舒坦呢。他想不明白，明明云清雾只是个废物，哪怕成了活人煞，哪怕诈尸了，也不该这么厉害才对。你不是云？现在才发现我不是吗？蠢货！可惜晚了。这账本明明被我藏在密室内，怎么会落到萧晨燕手里？王爷，这是何意？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，你自己选。不是王爷给下官的生路是什么？10年前北境之战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下官不懂王爷在说什么。10年时间，你踩着镇国侯府的尸骨上位，一路爬至户部尚书。按照账本上所记，一共贪污了171万200银。本王给你一个机会，写下认罪书，供认出当年构陷镇国侯的主谋与一干人等，保你一命。他是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萧晨燕竟还想着为镇国侯府翻案。云后行心慌意乱之际，就听外面吵嚷声震天。外面吵什么吵？一道身影冲了进来。我要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！云清雾操纵着罗氏的身体，发出桀桀鬼笑。萧晨燕冷眉微挑，料想是轻舞的杰作。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云尚书与夫人如胶似漆，本王就不打扰二位雅兴了。云尚书可得好好活着，多撑几天，本王还等着你的选择。热闹看完了，甚是精彩。云后行的密室空了，你作的。你猜？云后行贪污白银共计171万两，论罪，夷3族也不为过。这么多，我还以为就40万两呢。金武对上男人意味深长的视线。本王听说，心怀怨恨的鬼物才会逗留人间，若是大仇得报，就会离去。王妃的仇报了吗？王爷还觉得我是鬼啊？担心人鬼殊途？能为我所用，人又何妨？鬼又何妨？鬼这种存在，王爷还是少招惹为好。一旦被缠上，可是很难摆脱的。阿武，你认识他？她是我表姐。他在找孩子，你看出来了吧？他子女宫上缭绕着死气，只怕孩子已经……虽有死气，但也藏着一线生机，或许还有救一救的希望。那得尽快找到孩子才行。不过眼下你这表姐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她这是得了离魂症啊，3魂7魄都不稳，这是受了多少搓磨。清武记忆中的沐英有武将世家的飒爽，而现在镇国侯府倒了，穆氏靠着先帝赐的丹书铁券，虽没被连坐，但也示威。沐英现在这情况，可想而知，她这10年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那婆子嘴里可问出东西来了。那婆子承认是听王侍郎的大夫人周氏之命。慢着，穆夫人不是正妻吗？王妃有所不知，这位王侍郎几年前又迎娶了威远侯府的庶女周雪晴为平妻。说来也可笑，明明是穆夫人先进门的，因为娘家大不如前，硬生生被逼得给那位周氏让位，从大夫人变成了二夫人。那婆子交代，他们把人丢进石英山了，传言说那座山会吃小孩，
百姓们都避之不及。王妃放心，这事儿已经报官了，金兆尹那边也派人去搜山了。金兆尹去寻人，怕是也不会有啥结果。他那位小侄子的情况刻不容缓，清武没时间等。你来找我何事？找你见人。我不信金兆尹办事的能力，王玉郎情况不妙，迟了的话人就救不回来了。你对穆夫人的事倒是上心，那你帮不帮？不帮。穆英乃是人妇，你将她带回王府，王妃与她无亲无故，他家二郎失踪，帮着报官已是仁至义尽。若再调动人手相助，未免殷切过头。无亲无故，是啊，穆英对他萧晨燕来说的确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是我想差，还觉得他依旧是1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、满腔热血的皇长孙。或许上辈子的我，郑国侯府那个早死的亲母小郡主，在他的心里也不过是儿时的一个普通故人。那些情谊和过往早就淹没在岁月里，面目全非。王爷明明让司徒庸一带人也进山了，干嘛不告诉他实情啊？王爷，王妃带着穆夫人出府了，好像是奔着石英山那边去了。胡闹！来了，那些家伙果然来了！点火！火光骤亮，环绕整个破庙，形成一道火墙。就见火墙外一道道身影从林中走来，他们身上穿着衙役的差服，身上横亘着许多刀伤。正常人的话，怕是早就流血而亡了，但这些人却还能活动，只是像是一具具行尸走肉。一支箭矢破空，洞穿其中一个衙役的头颅。够了，说了多少次，他们现在是被操控的尸体，你就算砍了他头也没用。所有人注意，真正的家伙要来了。说话间，就见火光外出现了一个个人影，说是人，那东西形体更似猿猴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山魈，畜生！快，都找东西堵住耳朵，山魈的笑声会蛊惑心神，这玩意儿奸猾得很。山魈的笑声越来越大，直往人耳朵里钻。这东西怕火，不敢靠近，就想着影响他们的神智，让他们离开火圈，出去自投罗网。眼看身边有人快要坚持不住了，司徒静心里也焦急起来。真有意思啊，大半夜的，这山上猴子开大会吗？王妃，区区山精野怪得天垂怜，开了神智，不好好修炼，反祸乱人间，擅杀生灵，一群畜生，好大的胆子！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女子身上扩散开来。此刻的青武与平时判若两人，天命阴关，审善恶，断因果，世间万物无他不可裁断者。敕令：作恶走兽罚入妖冥府，断魂断魄，下刀山100年，在油锅刨烙，不得转生。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啊？王爷不放心金兆尹的办事能力，让我们也帮忙找王玉郎。王妃你呢？哎呦喂，是哪个无良坏鬼冤枉好人喽？哎呀呀，咱们没心没肺的阿吴大人要长出良心喽！该死的良心，我不想要了。萧晨燕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实话实说不行，非得嘴硬。只是心里虽气恨萧晨燕不长嘴，却又隐秘的欢喜着。司徒静内心惊涛骇浪，他一直怀疑青武这具肉身里住着的是道行高深的老鬼，但即便是鬼，身份也绝不简单，因为他刚刚用的可是敕令啊！一笔下去定生死，这是判官才有的本事吧？啊不，阴司下面的判官只审判定罪，可不掌生死啊！多谢王妃出手相助，要不是王妃的话，我们今儿恐怕全都要英年早逝了。王妃就是我等的再生父母啊！不至于，你瞧着命挺硬。当真？王妃您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活个99肯定没问题了。废话再多点儿，我保证你活不过29。司徒静安静如鸡，他下个月就29了。王妃，王玉郎的方位我已经大致卜算出来了，应该就在附近。人就在这破庙里。啊？在庙里？不对啊，我们进庙后检查过了，里面没人呢。被藏起来了罢了。一阵翻腾之后，有人惊呼：真有个小孩在里面！孩子身上有不少擦伤，脸色清白，身体发凉，若非还有一点微弱的气息，瞧着和死人也没差别。司徒静也看出端倪，生魂离体，生机将逝，这孩子已经走失7天了，得在子时前将生魂找回来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这孩子的生魂不是走失，而是被困住了。
那该怎么办啊？那王妃您能找到这孩子生魂被困于何处了吗？找是能找到，但时间来不及。正这时，外间声音响起：“王爷，萧晨燕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来帮我。”青武直接握住他的手，看到他脸上绽放开的笑容，萧晨燕心里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越发滋生出他那个荒唐的妄想。小玉郎的时间不多了，他的生魂被困住，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并解救出他的生魂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给他贱命。不行，你到底什么居心？是想害王爷不成？退下，怎么借？说是贱命，其实是借你的阳气，替他遮挡死气，并非是真的拿你阳寿出借。来吧。要借阳气，借我的也可以，我年轻，阳气足。我等阳气充沛，愿意借出。我不行啊，我肾虚，阳气比不得王爷。要骗过阴司，出借之人须得有大气运，也就是你们王爷有这气运了。动手便是。好了，萧晨燕，谢谢你。女子的唇并未真的贴上来，而是隔着一寸，她能清楚地嗅到她身上清冽的香气。萧晨燕看着她，目光似要穿透她的皮囊，看清楚她灵魂的真面目。青武也不再说话，右手结印朝上一推，阳寿之气顺着他的指引钻入孩子体内。王玉郎的气色眨眼间便好了不少。你又乱来，又乱来！用萧晨燕的阳气骗过生死簿，被查出来的话，可是要受罚的。罚呗，反正我又不怕。你不怕我怕呀，我可不想被丢去业火殿受罚。不要！都烧了那么多回了，怕个球啊！横竖又烧不死，无间地狱都待过，业火殿洒洒随了。上来，背你下山。笑什么？笑你呗，明明就派了司徒静上山寻人，还嘴硬。燕王府要帮的人，免不得会成为众矢之的。穆夫人以为王家父娘家无亲无依，本王为他强出头，不是帮他，而是害他。但是流言蜚语便能害死一个人。不是不帮，只是不能让人知道是萧晨燕在帮。更何况穆英本就身份敏感，作为穆氏唯一的遗孤，被人遗忘反而是最安全的。金武不是没有想过这些，只是他没想到萧晨燕也会为穆英考虑这么多。这一夜折腾，金武在颠簸中靠在他怀里睡了过去。其实一到王府，金武就醒了，不过他还是装着睡，想要看看萧晨燕会怎么办。车辕上的那朵鸢尾花是你画的吗？见青武没有反应，他垂眸加了句：再装睡，你从云后行密室里偷出来的嫁妆就没了。萧晨燕，你过分了，哪有抢人家嫁妆的？不装了？我就装，不服你就憋着。鸢尾花谁教你画的？一朵花罢了，需要谁教啊？之前被你拿走的那盏花灯上就画着一朵，我瞧着好看便学了。鸢尾花是巧合，那你对穆夫人的事如此上心，也是巧合吗？很上心吗？看不过眼我就出手了，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反正谁让我不爽，我就让谁死。他的理由堪称无赖，偏偏又与他的行事风格无比符合。王妃一夜操劳，安歇吧。萧晨燕，还有何事？有人在窃取你的命格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你夜里还准备独守空房，我能帮你哦。本王伤势未愈，恐夜宿王妃这里，会命不过夜。青武愣了一下，听出了他的揶揄，咬牙切齿：那可不，你敢来，我一定把你的阳气全都给吸干了，你千万别来。好，这些借的阳气记得还啊。小气不死你，吃几根虎鞭补不死你。大可不必，你借的，你想法子还。他好嚣张啊！有借有还，人家也没说错呀。再说，就你和人说话那鬼德行，哪像是要帮人家的，纯纯就是诓人上来给你上供精气的。哪个男人瞧见不躲得远远的？王爷，王生求见，想来是为穆夫人来的。打着去。王爷，那王生他好歹也是户部侍郎啊，您打一顿倒也没什么，但无缘无故的就打，会不会不好啊？他府上刁奴害主，还构陷王妃，却使王妃心悸晕厥，重病不起，打他一顿合情合理。王爷说的是。云后行如何了？
盯梢的人回来说，他向东宫递过去的消息我们也看了，但东宫那边一直装死，大概是隔岸观火。不过那条老狗在信中也不敢提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求见。王爷觉得当年指使云后行构陷郑国侯府的，会是如今的东宫吗？若真是他的话，那一切都还简单了。也是。云后行这条老狗空有野心，但做起事来呢畏首畏尾。这些年调查下来，虽总有线索指向他，但人为的痕迹太重了。还真不是我瞧不起当今的这位太子，而是凭他的能力，要在10年之前一夕之间害死先太子，然后构陷郑国侯府一家，他还真就做不到。那如此说来呢，云后行频频向东宫报信，而信里呢却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。此举应该是为了引起他真正主子的注意，就看背后这条蛇什么时候会露头了。哎，这说起来，王妃真把云后行贪污的银子都给搬空了，真有40万两。萧晨燕嗯了一声，司徒静心里打着算盘，面上欢喜。真有40万两啊！哇，咱们北境军2年的军费都够了吧？这王爷娶了王妃，简直就是迎了个福星进门啊！哎呀，这云后行怕是每每想到都要吐血了吧？你若嫌命长，就可继续打那40万两的主意，别忘了那是他的嫁妆。那要不王爷你牺牲一下色相？咱们北境那是真的穷啊，朝廷又一直克扣军费，咱们兄弟都好久没有吃过肉了。这个胡人也被王爷打怕了，想抢他们牛马，这也不好抢了呀。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你们来凑什么热闹？这不是好奇王妃你要怎么帮穆夫人吗？哎呀，这花灯扎的可真好看，就是瞅着怪眼熟的呀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萧晨燕每年总会有那么一天会扎一个花灯，好像也是这个模样啊。巧合吗？这花灯有何用啊？固魂灯，阴阳路上用。王妃你要带着穆夫人去走阴寻魂？金武嗯了一声，没多解释。他瞥向萧晨燕，忽然咦了一声。王爷今儿的面相有何不对吗？面相上来看，你家王爷今天会有一场机缘，如果把握住了，能天降横财。司徒静下意识地想到了那40万嫁妆，还有北境嗷嗷待哺的将士们，脱口而出：难不成是咱家王爷今夜服软，准备给王妃您侍寝了？您心情一好，就赏他几10万两随便花。两股杀意朝着司徒静左右夹击，睡一晚就要几10万两，你家王爷的肉是金子做的吗？王妃放心，本王还不至于为区区黄白之物自甘堕落。哼，有骨气，那这机缘你别要，让你手底下的兵喝西北风去吧。臭男人就是不能惯着，就许他萧晨燕一天顶着砚台似的臭脸，又冷又硬，对我又是怀疑又是试探，又是耍心眼子甩脸子的，谁还没点脾气了？更何况我还不是人，是鬼。久违当人，我已经很收敛自己的鬼脾气了。司徒静赶紧给自家王爷使眼色。王爷呀，为了咱北京的兄弟们呐！丑话说前头，机缘能不能把握住看你自己。真要是来财了，我要分3成。分你5成。王爷大气，实乃真男人。王爷，您可别这么男人呐。那今夜走阴，萧晨燕你与我一起吧。王妃您说的机缘横财，该不会是在阴阳路上，对吧？这确定不是死人财吗？那是横财还是横死啊？带活人走阴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那阴阳路死气弥漫，活人进去还不成为孤魂野鬼的盘中餐？那不被夺舍也要被吸干阳气啊！你觉得不可能，说明你活的时间还太短了，孩子。敕令，阴阳路开。果然是我太年轻了，这回真是活久见了。阴阳路，我将你的阳火都封入魂灯之中，它会指引你找到你儿子。不管再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回头。记住，灯莫离手，一旦灯灭，不管找没找到王玉郎，立刻离开。我知道了。他感觉到了手里魂灯的牵引，接下来的路得靠木英自己了。相比起木英的艰难，萧晨燕他甚至还有闲心打量起周围来。好亮啊！什么好亮？你呀，你怕是不知道，在这条阴阳路上，你的存在有多亮眼。亮眼吗？判官比哧溜咽了一口唾沫。哦，之前就知道他命格贵重，但是被阴煞之气遮挡了，看不出到底贵到什么地步。这一身功德金光，还有亡命龙气，天生的帝王命格。
难怪阿武你敢让他直接来走阴阳路了。这就是人死后的世界吗？黄泉路？这里还算不上黄泉路，只是人间与阴间的夹缝。黄泉路长108000里，无数游魂野鬼游荡在期间，需有鬼差拘魂才能走完，再渡黄泉方能至阴司。而在阴阳路上游走的，或是枉死之魂，或是冤死之魂，他们对人间执念未消，会一直游荡在此处，寻找一个重回人间的机会。若我要寻一人的魂魄，是否也能在此处找到？找不到。我知你想找谁，但他们的魂魄不在这条路上。萧晨燕想找的无非就是仙太子和仙太子妃，但不幸的是，不止他的父母兄长死后魂魄失踪，萧晨燕父母的魂魄同样如此。10年前，萧晨燕父母在东宫自焚，青武的父母兄长死于北境，事发在同一日。萧晨燕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愿意信我吗？只是青武还没有等到答案，前方木鹰一声惊呼：前面，就在前面，我听到玉郎在叫我，他让我救他。活人竟敢擅闯阴阳路，找死！娘，是玉郎，那是我家玉郎。好啊，原来是寻魂来的，现在的凡人可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你们3个都来了，干脆也都别走了。王玉郎的魂怎么会在这小喽啰手里？你用萧晨燕的阳气骗过了生死簿，王玉郎的魂魄又是被困住藏起来的。只有在木鹰找到王玉郎生魂的时候，生死簿才会反应过来。鬼差临门也只会到王玉郎的肉身旁守着，等着拘魂。他怎么知道王玉郎的生魂在哪儿的？你瞎吗？没看到这杂碎拘的2人都是生魂，阴典有序，生魂不可拘，违者罢黜阴职，投入火山地狱。而且谁说这杂碎是鬼差了？我倒是不知一只绿头苍蝇也能当阴司鬼差了。青武冷笑，眼中鬼气一闪，绿鬼差一声尖叫，他整个人瘪了。我乃鬼差，你们敢对我动手，想下18层地狱吗？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你说你是鬼差，地府76司唯有妖冥司掌管走兽，明帅黄蜂手下的虫役可从来没有臭苍蝇。苍蝇精大惊失色，不曾想这凡人会对地府的事儿这么清楚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也配问我是谁？说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假冒鬼差的，擅居生魂，又是想做什么？小人是替曲皇大人办事的，这些生魂也都是抓来孝敬他老人家的，他可是黄蜂明帅的亲戚啊！黄蜂的亲戚？哼，黄大虫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亲戚，怕是要气得把尾后针都给拔了。这位大人，我劝你别管闲事儿了，得罪了曲皇大人，此系你家宅有无安宁啊？阿吴，这件事不简单，而小孩的生魂他们也不放过，这乱的是阴阳2界的秩序。青武心里冷哼，这一趟也不算白来，找到王玉郎的生魂，还顺藤摸瓜的找到了一个阴司蛀虫。时辰不早了，先将王玉郎的生魂带回。是漂亮姐姐帮娘亲来救我的吗？谢谢姐姐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见过呀？你给我的感觉和娘亲好像啊。青武怔了一下，抿唇笑了笑，叫错了，要叫姨母。等他回归肉体的时候，只会当阴阳路的这一遭是一场噩梦。鬼来了！鬼来了！鬼啊！青武一行人从阴阳路一出来，就听到司徒静撕心裂肺的尖叫。司徒静跑出院子，瞧见青武，如见亲娘，张开双臂就要扑来。萧晨燕一脚把司徒静踹开：“你到底干嘛了？”我没干嘛呀，我刚刚差点给吓死了，一个鬼怼我脸上了，我就把王妃你给我的符贴到脑门上了。那张符是青武写的阴司官文，有他的阴官之气。青武料想今夜会有鬼差来候在王玉郎的身边勾魂，这才给了司徒静这张符的，让他把鬼劝退，但是没让他直接贴鬼脑门上啊。阿武，我有种不妙的预感。你别预感，你的预感向来好的不灵坏的灵。我说鬼姑奶奶，你要是再不收走你的阴官文书，我可真闹了。
一听这声音，青武就开始牙酸了。王妃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进去看看。青武刚说完，手臂就被人握住。没事儿，是个熟鬼。有事叫我。青武是真的没有想到，今夜来的会是这家伙阴司夜游神。我知道你闲，我要不是这么闲，怎会发现有鬼在生死簿上动手脚，想帮人还阳呢？所以呢，你准备告发我？你这死鬼，偷溜到人间来玩不带我，还让人拿符贴我，我这鬼心啊，拔凉拔凉的。少扯犊子，管好你的嘴，少管我的闲事儿。要我不管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一盏幽魂灯出现在青武手上。哦，你这是干嘛？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放下你的幽冥灯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那我倒是要问问好朋友你了。夜游神之责，巡查人间善恶，有阳世之人与阴司之鬼勾结，擅杀孩童，掠夺生魂，圈养山精野怪。你这夜游神却一无所察，是嫌饭吃多了忘了职责，还是跟着那些阴司蛀虫沆瀣一气？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。此话当真？装，若与你无关，怎么那么巧？我今夜刚将小孩的生魂救回来，你就来了？我用我鬼命发誓，若我真有参与，定被打入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现在阴阳混乱，你这夜游神倒是游手好闲的很。这桩事你若是查不明白，那你这夜游神也别当了，趁早滚去粪坑地狱挑粪得了，还给阴司省点俸禄。我这就去查，敢在我眼皮底子下拐卖生魂，我弄不死他。阿武，你跑来人间就是为了查这事儿？我刚刚可是听人管你叫王妃啊。你确定要管我的闲事儿？不敢不敢，我白天再来找你啊。这倒霉鬼来了，怕是以后没个消停了。的确是晦气，不过这晦气也是可以转移的嘛。甭管是人是鬼，遇到夜游神就会倒霉的。但是吧，论夜游神100种使用方式及如何霉运转移，天上地下无人比青武更精通啦。以后的事，穆夫人有何大算？我要和王生和离。和离好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王妃支持我，自然。那种杂碎男人和离都是轻的，就该休夫，让他下堂，再打碎他的骨头。这和离的确是憋屈，若换作过去，他定要休了王生，再把对方打成狗。只是他现在已成废人了，这双手早就提不起弓了。我听闻穆姐姐也是将门虎女，出嫁前弯弓射马不在话下，怎会？我与王生刚成亲那些年，他待我也是极好的，或者说是他伪装的够好吧。直至我娘家失势，再无亲族可依，他就暴露了真面目。我的食水中都被下了药，身子渐废，神志也难以清醒。等到周氏进门，日子便越发的难熬。这些年我虽是疯的，但他们做的那些事，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本以为玉郎是王生的儿子，虎毒不食子，可他知晓周氏让人将玉郎丢进石英山后，不仅不派人去找，还帮着周氏掩盖罪证。我那时的确是疯的，但他们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青武眼底寒气闪过，渣男贱女就该一起搞死。王妃，我想先回一趟侍郎府，有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或许能助我与王生成功和离，但是恐怕得向王妃借点人手。这有何难？对了，穆夫人要回侍郎府，可以带上这个东西。这是那个周氏不是说因为小玉郎占着位才害他生不出孩子吗？他那么想当娘，我自然是要成全他了。等那周氏靠近的时候，你只需将这魂珠捏碎，我保证那周氏心想事成。沐英直觉青武口中的心想事成不简单，他这辈子没干过害人的事，但周氏要害他儿子，沐英断没有忍气吞声的道理。这不叫害人，这叫有仇报仇，血债血偿。大哥这是疯了不成啊？竟然让燕王那个不孝不悌的家伙进门来，那萧晨燕他哪儿来的脸上门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别人怕他这个燕王，我可不怕。萧晨燕，这颠公是谁啊？嘿他娘的，哪儿来的刁妇啊？来我国公府放肆！青武大步走过去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刮子。什么？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了，我是堂堂燕王妃，你个颠公算什么破烂货？敢对我张口犬吠！燕王殿下，
燕王妃她怎么能？她是本王的王妃，出手打一条疯狗，打就打了，有何不可？萧晨燕，我是疯狗，你是什么啊？我可是你二舅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里是国公府，燕王要耍威风也得看看地方。谢家好歹是你母妃的娘家，你杀父杀母还不够，怎么你还想来自己母妃娘家逞凶吗？杀父杀母，传言先太子不是自焚的吗？若如你所言，本王是个杀父杀母的恶徒，既是恶徒，杀了你这个舅舅也很合理吧？住手！大哥，大哥救我呀！大哥，他要杀了我，他真的要杀了我呀！大哥，王爷，你呀，老这么心慈手软可不行。我建议你再多捅他2刀，左胸来1刀，右胸再1刀，避免他心脏位置和常人长得不一样。2刀下去，他妥妥安分守己。听听，人言否？萧晨燕心慈手软，还左右2刀下去就安分守己？那2刀下去，人都下去投胎了，就剩个尸体，能不安分吗？你这孽障，又服了50散不成？大哥，不是50散，是从出云观买的灵药。哪门子灵药吃了能让人发癫呢？还是说生来就是个癫的？那没救了，直接宰了吧，省得放出去丢人现眼。将二爷拖下去，丢进冰窖，让他好好醒醒神。国公也怕怠慢了王妃，府上有一处阙楼，风景不错，王妃可在那里赏景歇脚。赏鸟啊，本王妃刚被疯狗吓着了，肝火郁结，需要吃点降火的。我火气重，想去冰窖赏。冰窖在哪儿？这是说什么都不肯放过谢二爷呀。放心，我只是玩玩而已，就算不给定国公面子，我也要给我家王爷面子嘛。轻武笑着说完，轻飘飘地对身边人道：再有拦路的，一律往死里揍。此话一出，百岁等人都目露兴奋。今天国公露面保下谢二爷，但是王爷也不好不卖这个大舅舅的面子。但王妃不同啊，别说收拾个颠公二舅了，他连自己亲爹都敢往死里整啊。王妃，我下手毒，一会儿让我来。好啊，一会儿你去割了那颠公的舌头。这么狠的吗？这燕王妃怎么回事啊？真的不把定国公府放在眼里呀？不是他才是真的颠吧？阿燕，你真的不管管你这位王妃？管不了。你成亲那日嫁进去的那口棺材里躺着的，究竟是她还是谁并不重要。你心里有成算便好啊。现在东宫的眼线时刻盯着国公府和燕王府，你的王妃今日闹上一场也好，你二舅舅这些年也是越发荒唐，是该吃些苦头。大舅舅放心，说要杀他，10年前我离京时便杀了。谢家过于兴旺，有一个蠢货拖后腿，反而能让某些人安心一些。谢灵可还好？谢灵就是萧晨燕和青武在阴阳路上救下来的那一魄。有件事你或许还不知，谢灵9岁那年落水后发了一场高热，险些丢了命。后面人虽然救回来了，但一直痴傻，只是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提起灵儿呢？萧晨燕简单的说了下替沐英寻子之事。阿燕，你当真将他的魄带回来了？不过要让谢灵表弟的魄归其位，还得一人出手。是你身边的那位司徒先生吗？王妃。啊？是谁？诚如我先前所言，我是管不了他一点的，所以要让他帮谢灵，还得让他顺了心头那口恶气才行。刚刚我出去早了，就该让你直接把谢贤的狗头砍了。谢贤对他出口不逊，也是因你而起，你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啊？你先将人请来，帮帮你小表弟，事后我亲自把谢贤绑来，让他出气。真的管不了，一点都不行。夫纲不正啊！哎呀，百岁你行不行啊？塞不进去你不知道找根棍儿给二舅舅捅捅吗？你瞧瞧你那速度，二舅嘴里的冰都化了，你还没把他的嘴给塞满呢。照这个速度，什么时候才能把咱二舅的喉舌给洗干净啊？还不如直接把他舌头给剪了呢，用冰来给他洗舌头，浪费冰了。这时却有奇怪的声音若有似无地飘入他耳中。咦，这不是请神咒吗？定国公府里有人挑大神。吃饱了也该去消消食了，你们继续，务必替二舅舅多漱会儿口，老这么出口成脏的，多丢国公府的脸呢。王妃，要不让将士们歇歇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冰窖就毁了呀。这总管也是个妙人呢，
搞半天他一直在旁边盯着，不是担心谢二爷，是担心自家冰窖啊。总管放心，燕王有钱，若毁了找他赔便是。那边过去是哪儿啊？那是凌小少爷的院子。谢灵，萧晨燕的那个倒霉蛋小表弟，派人去将你家国公爷叫来，再晚点儿就要给你家小少爷办席了。多谢白眉道长，你乃定国公府的大恩人，此恩此德，本夫人没齿难忘。这些心意，还请道长收下。国公夫人言重了，这本就是我辈修行之人应做的。至于这些黄白之物，就不用了。定国公夫人若不想令郎死，就赶紧把这招摇撞骗的骗子给绑了。泼，给二舅舅好好洗一洗。哎呀，谁让你们泼他身子了？泼脑子啊！那一脑子浆糊不洗干净了，赶明二舅舅的脑子又给糊住了怎么办？青武瞧着心情还挺美的，半点都没有被人误会之后的闷闷不乐。毕竟救人哪有折磨二舅舅快乐呀？阿燕，哎呀，阿燕，我错了呀，阿燕呐，你就原谅二舅吧。之前是我吃药吃坏了脑子了，我再也不敢张嘴乱说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，快让你的王妃把我放了吧！我要死了，我真的快要死了呀！阿燕呐，恶人还需恶人磨呀。小公爷是来寻我的，多谢王妃之前的提醒。谢某过来是想请教王妃，可有办法能救五弟？小公爷都亲自来了，我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小公爷带路吧。金武直接跟人走了，全程都没给燕王殿下一个眼神。原本跟着青武一起虐渣虐得心花怒放的百岁等人，这会儿都不敢再造次了，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低气压。谢二爷见青武走了，好像又找回了些气势。萧晨燕，你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里是定国公府，他都敢这么放肆，你快让你手下的人给我松绑。王妃既说要给谢二爷好好洗干净身上的污垢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呀？找口井把他丢进去好好洗。屋里那个小崽子，你确定送不走？你要真说送不走，我可直接弄死了。你这女娃子到底懂不懂规矩？坏了仙家好事，不怕遭报复吗？你在威胁我？很好，等着。这女娃子刚刚一眼就看穿我，该不会真有什么手段吧？你是谁？何故擅闯我儿的院子？夫人，这位是燕王妃。贫道见过燕王妃，不知燕王妃何出此言？是啊，白眉道长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，并非骗子。倒是燕王妃不请自来，是否冒昧了些？定国公夫人确定醒来的真的是你儿子？滚！让他滚！快让他滚呐！夫人，小少爷的魂魄刚刚归位，正是不稳，见不得脏污。若再受惊吓，怕是又要魂魄离体呀。燕王妃，还请你离开。总管满头是汗，他本以为以青武的性子定要再大闹一场，结果行吧，我走。不过国公夫人可别后悔，这倒霉蛋是萧晨燕的表弟，又不是我的表弟。我该说的也说了，人家亲娘不信，我能怎么着？当鬼的哪来那么多好脾气和好耐心呢？青武走得干脆，倒叫屋内其他人都是一愣。只是他出门险些就与某人撞个满怀。谢叔，表字子渊，撞见谢叔，青武也是意外。谢子渊真是越来越好看，比小时候更好看。唉，罢了。王妃，里头那神棍引了精怪上了令弟的身，谢小公爷留点心吧。谢温和萧晨燕赶过来的时候，安平院内已是乱作一团。白眉老道士被五花大绑着跪地求饶，屋内还有谢灵的尖叫声，那声音尖利刺耳，不像是人发出来的，倒像是某种野兽。老爷，你可得想法子救救灵儿，这妖道他竟然敢将精怪引来附到灵儿身上，佯装救人。你这妖道，还不速速将那精怪从我儿体内驱逐出去！哎呦，国公爷饶命，这小人实在是做不到啊。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那大仙儿上身后不待足10日不肯走啊，若是强行送走，反而会损了令郎的身子呀。好久不见。是挺久的。王妃呢？王妃已经走了，说来能拆穿这妖道的真面目，还多亏了王妃的提醒。阿燕，我去寻他。
自己滚出来，还是我把你拽出来？这个凶巴巴的女人压根儿不是凡人，她身上的气息好凶啊！那一瞬，谢灵双眼翻白朝后栽，同时一道影子从谢灵的身上急射而出。就是这狐狸上了我儿的身，皮毛倒是不错，剥了做个手套还是可以的。小狐狸吱吱乱叫，眼里蓄满了泪，下一刻竟是口吐人言。不要杀糊糊，糊糊只是想吃肉肉，糊糊没想害人。难怪刚刚灵儿醒了，一直闹着要吃肉，原来是这狐狸。不要杀他，他不是个坏的呀。王妃，你大人大量，不要和一只小狐狸过不去呀。你让一只狐狸睡我孩儿身上，还说不是坏的？哎呦，夫人息怒啊！老大我只是想骗点银钱，真没想害小少爷。小狐狸他就是贪嘴，他不会害人的。他刚刚倒是没有说谎，那神棍骗钱是真，害人性命想来是不敢的。只是谢灵的情况是三魂不稳，魄又丢失，再被精怪附身，体内三魂动荡，怕是不等着小狐狸借他的身体吃饱饭，命就真要没了。还请生媳妇救命。救人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贵府谢二爷打着挺好玩的，我这人也没啥爱好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就喜欢找人撒气。不知大舅舅愿不愿意牺牲一下弟弟，满足我这个小癖好啊？他提这要求是帮我出气。此话一出，屋内是人不是人的都沉默了。这要求很为难吗？不为难，此事我应了，我家老爷也同意。谢温能说什么呢？只能点头。拜托王妃了。小公爷不用客气。金武笑容甜甜，萧晨燕皱紧了眉头。按说金武对旁人的态度他不该在乎，但从来见到谢叔那刻起，他又能清晰地感知到金武对谢叔是不同的。哪怕他面对自己的时候常常也是主动的，但是萧晨燕从未真的放在心上过，因为他清楚那些都并非是出自真心，看似是他主动靠近的，实则他与自己一直都维持着距离，一种怪异的没有由来的失衡感在心间泛滥。将谢灵的魄送回体内，对青武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压根儿就没啥花里胡哨的准备。起火！这就好了。那白眉将狐妖请上我儿子身的时候，还拿着符纸桃木剑比划半天呢。娘，爹爹，大哥，灵儿，真的是我的灵儿，是你对吗？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。弟弟，玉郎弟弟，他已经回自己母亲身边了，你还记得他？姐姐打死了妖怪，救了我，谢谢。谢灵，你可记得自己的魄为何会离体？我看到了黄金，好多黄金，一只脚的猴子们抬着一箱箱的黄金进了道观，他们发现了我，还一直追着我。他说的猴子是指的山魈？应该是。他说的道观是什么地方？你们之前去过哪儿？我之前带灵儿去出云观住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是回城的路上出事的。看来谢灵撞破了一些东西，被盯上了。那鬼物何不冲着我来，偏要对我孩儿下手？灵儿她知道什么？只能说定国公夫人你运气好了，山魈那东西睚眦必报，可不会留活口的，除非有人在他们下手前将他们引走了。夫人有个好儿子，说到这份上，众人岂有不懂的道理？谢灵的魄是自己离体的，为的就是引走山魈，让与自己一道的母亲安然归家。今日过来，除了替谢灵归魂外，还有此事商量。咱们去书房。萧晨燕先给了他们一份名册，除此之外还有云后行贪污的账册。这两家是在合谋拐卖孩童？不是卖，而是杀。我手下人已清点过，受害孩童足有100余人。云后行贪墨那些赃款的去向有眉目吗？有一部分已经找到，但绝大部分不知去向。不过现在应该知道去向了。你是说灵帝在出云观看到了那些黄金，云后行敛财送去出云观，他们拐走孩童，杀害饲养精怪，而驱策精怪的也是出云观。这出云观究竟想做什么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拐走孩童，饲养精怪，无非就是搞一些歪门邪道。至于钱，你们不会以为只有活人才贪财吧？老话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甭管阴间还是阳间，这钱财都是好东西。阳间的事儿你们解决，阴间的事儿我来办，不过不能白干，得给钱。午膳什么时候用啊？大舅舅管饭不？用膳便不必了，再逗留下去恐惹人生疑了。毕竟
明面上定国公府和燕王府已经割席。绵薄之礼，望君惠存。字如其人，谢小公爷这一手字果然和他本人一样好看呢。点心虽是给萧晨燕的，但萧晨燕如今不贪口腹之欲，里面的点心赫然是清武先前在书房内吃的那一款。你这样瞧着我干什么？你待谢叔倒是颇为不同啊。谁让谢小公爷长得就讨喜呢？不像有的人成天板着一张脸，好像我欠他几十万两似的。倒是委屈王妃了，本王不是谢叔，没有他的客气手礼。你心中主意谁我不想管，但在外还请你牢记自己燕王妃的身份。至于谢叔，你最好还是别打他的主意。他说完此话，大步离开。不是，萧晨燕他有病吧？他发哪门子疯啊？不懂啊？难道是觉得你今天在定国公府又吃又拿，给他丢脸了？王府厨子做的饭，狗看了都摇头，还不行我在外面吃点好的。不过他也没说错，你可不就是在玩人家吗？我有吗？我明明一直在帮他。呵呵，阴阳怪气捉弄人的时候，一口一个王爷。不想装的时候就是萧晨燕，帮是帮了，但是条件没少提啊，半点不肯吃亏，一整个没心没肺的样。结果今儿瞧见谢叔就两眼放光，说帮忙就帮忙，热情的很呢。人家萧晨燕又不是瞎的，看不出你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吗？但这些话判官比只敢在心里逼逼，嘴上只道。估摸着是怕你鬼性大发，针对谢叔下手吧。谢叔是他的表兄弟，没准人家关系好，自然是要护着的。关系好？这你可就猜错了，他俩从小就不对付。萧晨燕和谢叔年纪相差只有几个月，少年的时候萧晨燕意气风发，性烈如火，鲜衣怒马少年郎，不外如是。而谢叔呢，与他截然相反，温雅沉静，芝兰玉树，是高不可攀的谪仙人。两人一个是火，一个是水，谁也看不惯谁。管他的，反正我和萧晨燕又不是真夫妻。等在人间的事儿办完了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阴间桥。萧晨燕，哎呦，我的阿燕啊，这回你真得救我了！再这么没下去，我真要死没了我呀！哎呀，你到底是怎么弄成这副尊容的？前几天出门被马蜂蛰，平路摔了个大马趴，但好歹还有个人形。今日王妃她肯定知道内情的。前几天她还对我说让我保重。萧晨燕想到走阴那日府上来的不速之客，司徒静也是从那夜过后开始倒霉的。司徒静应，再不去抱王妃的大腿，他怕自己活不过今夜了。王妃，救我狗命！替他瞧瞧吧。我知道你会倒霉，但是没有想到你会倒霉成这样啊！撞见夜游神的确会霉运缠身，但他这没倒的命都快没了呀。柚子水泡了，我连我师公给我的驱祟符我都用了，还是不行啊！关键这倒霉倒的姿势千奇百怪的，这让人防不胜防啊！所以我到底得罪谁了？你觉得呢？那夜那个鬼差？呵呵，我给你点个戳，暂时帮你压压霉运。今夜你在我院子里住下吧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要解你身上的霉运，得从源头出发。住他的院子里，我这也得赶呢我。这不是贴着王爷的脸往他头顶种草吗？这今夜本王也留宿。司徒静松了口气，你要留宿？好吧，今夜就给他来个鬼压床。萧晨燕，你睡着了吗？无人应答。萧晨燕，你还喘气儿吗？你怎么那么能闹？就知道你没睡。王妃想与本王同床共枕，又不是没一起睡过，位置都给你留出来了，你要我独守空床不成？今晚我非得压死他。还是独守吧，本王惜命。还怕我吸你阳气啊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。不来，怕被王妃一脚踹死。居然还记恨新婚之夜我踹他的那一脚呢！你这臭砚台，又臭又硬。刚刚你叫什么？叫你臭砚台怎么了？萧晨燕，你的名字不就是又沉又重的臭砚台吗？他身体忽然僵了一下，曾经也有人这样叫过他。天地可见，我这次可不是故意露马脚的，顺口露了馅儿了。以前也有人这么叫你？哇，谁这么大的胆子啊？一个小白眼狼。哦，那这个小白眼狼还挺厉害的，敢在你的头上撒野。你和他关系很亲近吗？不亲近。得，算姑奶奶我自作多情，就我还把那段少时情谊当回事儿是吧？屋内安静了，金武磨着牙。怎么不接着问了？
一个小白眼狼有什么好问的？你不是与他不亲近吗？睡了，别吵我。萧晨燕思绪起起伏伏。那年冬寿，恰逢反贼作乱，穆夫人当时有孕在身，带着她突围而出，险死还生逃出来时不慎早产，是她亲手将那个小女婴接生出来。孩子太小，穆夫人早产之后便晕厥过去，孩子饿得哇哇啼哭，她怕那孩子死了，便割破指头，用自己的血喂着他。这一喂就喂了整整3日。穆夫人说她与那孩子有缘，希望能得他赐名。她当时便想到那孩子在自己怀里笑起的模样，我见青山多妩媚，她给那丫头取名为青舞。她生于大冬天，又死于12岁时北境战场的那场大雪里。最后那次见面，小姑娘哭红着眼指责他：臭砚台哥哥，坏砚台哥哥，打人不打脸，你居然把紫苑哥哥的脸给打坏了。那么好看的脸，你打坏了他的脸，以后我去哪里找那么漂亮的小哥哥？我再也不和你亲近了，我要和你绝交1天。你好好反省啊！我生气了，可是很难哄的呀。临别那天，他说他再也不和他亲近了，竟是因为他和谢叔那家伙打了一架。那小白眼狼就是好颜色，爱皮相的，眼皮子浅的让他牙痒痒，任他百般讨好。前一秒还一口一声哥哥的叫着，后一秒瞧见谢叔，魂儿就跟着谢叔那张脸飞走了。小白眼狼一个，可他怎么就死了呢？阿五，咱不伤心啊。我心都没有，哪来的心可伤？这倒是，但我还是要替你谴责他，太过分了。不是说你俩是少时好友吗？说你是白眼狼，还什么不亲近？有你这样死了还巴巴跑回人间帮他的白眼狼吗？白眼不白眼的另说，至于不亲近嘛，或许吧。横竖当年我死那会儿才12岁，小屁孩一个，对别人来说哪有那么重要。报了恩，找到我父母大哥的魂魄之后，我也不会再逗留人间，与他本就是互惠互利，这样挺好，没那么多牵扯，来日走时也自在。哎呀，这人间的酒水就是好喝，这么喜欢喝，榕江地狱的榕江给你灌3壶怎么样？嘿呀，死鬼睡醒了呀！既然滚来了，赶紧把他身上的霉运给收走。之前不知是夜游神君有所冒犯，还望神君海涵。好说好说，胆敢拍我脑门的凡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你小子的命格挺硬的嘛。他命格若是不硬，早就被你折腾死了。你死鬼，你胳膊肘往外拐啊！把你手上的霉运给我收好了，这府上死一条老鼠，我都找你算账。阿五死鬼，你过分了啊！死老鼠你都算我头上啊！萧晨燕不知何时过来了，刚刚夜游脱口而出的阿五死鬼，显然是被他听去了。阿五？哪个阿五？你叫他什么？表妹夫回来了呀！表妹夫？比鬼啊，正是王妃的远房表亲，表妹夫换我夜郎就好了。本王倒不知王妃还有阿五这个闺蜜，是哪个阿五？萧晨燕目光沉沉地盯着青舞。什么阿五？是我刚刚叫的那一声阿乌吗？表妹夫听错了吧？谢灵生成燕的帖子，他一直想见你，怕是定国公夫人更想见我吧？要去吗？不去。定国公夫人找我是因为有所求，谢灵找我同样也是有所求，但这母子2个所求之事我都不想管。不过谢灵那小子性情也算是对我胃口，你就派人给定国公夫人传句话吧，要想他儿子好，就对他另一个孩子好一点，少造口孽。另一个孩子？谢温膝下只有2子，长子谢叔，幼子谢灵，但萧晨燕直觉青武说的并不是谢叔。定国公夫人还有别的孩子？一个刚出生就枉死的孩子，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，但你那舅母命好啊，几次死劫都有好儿子替他挡了。上次去定国公府时，你就瞧出端倪了？怎么想怪我明知有问题却不帮你舅家？帮或不帮，你自有成算，你没有那个义务，我凭何强迫于你？他性子的确乖张，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萧晨燕瞧出他口嫌体直的那一面。他若不肯帮，那势必是有原因的。萧晨燕点头，也不再多问此事，但莫名的他生出一种小心眼儿的念头。若是谢叔来求你，你也会拒绝？那你让谢叔来求我试试啊，没准儿我见他长得好看，真就应了呢。男人脸上的温度荡然无存。我就多余问这一句。因为萧晨燕的沉默，
话题自然而然的被他引到了太子妃递来请帖的事儿上。你要去？自然，早就想进宫溜达溜达了。说起来，谁在你身上下的夺命煞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要种下这种邪术，必须是你贴身亲近之人。如今这世上满打满算，当年有机会近你身的也就3个人，你舅父、谢叔，剩下那个便是皇帝。萧晨燕，你想要那个位置吗？那个位置我嫌脏。金武并不意外，以萧晨燕手里的兵力，他若真想要那个地位，挥师南下未必夺不过来。这男人冒险回京，从一开始就摆在明面上，他要还枉死之人一个清明。后日，太子妃要办赏花宴，凡4品以上官员家里的女眷大多都收到了邀请，这几棵桂树倒是稀奇。那是粉霜弄月，是花匠特意培出的奇花，也是太子妃娘娘的心头好。王妃你怎么了？一枝花而已，瞧你吓得这个样子，像是比人命还金贵似的。这几棵树可不就是比人命还金贵吗？这事儿得赶紧禀报太子妃，以为有燕王撑腰就敢目中无人了，晚些肯定有他的苦头吃。我真臭啊，这地方。人肉做成的花泥养出的玩意儿能不臭吗？这皇城里可真比外面有意思多了。这段时间那燕王妃风头正盛，听说坊间百姓都很感谢她，说她有鼻子有眼的。说起这事儿，臣女这些天还听到一个传言，听说那燕王妃给人不清不楚的，你们猜这人是谁？谢少卿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谢小公爷，那燕王妃什么出身啊？谢小公爷岂会看上她？萧晨燕这些年不在京，所以贵女们对她并不了解，加上她那杀神之名，贵女们对她多是敬而远之。但谢叔就不同了，谪仙人之貌，年纪轻轻就是大理寺少卿，不知勾动了多少贵女芳心。你们京城的姑娘怎么脑子跟脸一样白啊？别人说啥就是啥，还说人家燕王妃与谢叔有染，你们当燕王是死的？你又是谁？安平县主面前你也敢放肆？哟，县主就可以放肆，那我放肆的没问题啊。霍红英，我知你常年在边关不懂规矩，只是女儿家们闲聊罢了，你也没必要小题大做吧。刚刚在外面就听到一阵呱呱叫，我还道这禅宫真是名副其实，癞蛤蟆够多的。你在场的都是朝中官员家的女眷，燕王妃口出恶言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你是癞蛤蟆？我自然不是。那你对号入座个什么劲儿啊？云后行所犯之罪，人所共知，他害死那么多人，你是他的女儿，本就不无辜。你是谁？这位可是安平县主，右相之女。呵，原来是县主啊！这么大的派头，我还以为是太子妃呢。既只是个县主，你凭何质问本王妃？论起品级来，整个东宫内也就是太子妃的品级在王妃之上。不懂规矩，看来是家里毒打少了。红蕊绿俏，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。云清雾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！这里是东宫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们！我定要向太子妃状告你！好看吗？好看，牛。他以为自己胆子够大了，毕竟换成他的话，他最多也要等离开东宫之后，再找人套麻袋暴揍这群长舌妇。但青武有仇当场就报啊，管你是谁，这个脾气太顶了。哎呀，哭得好好看呐！别停啊，哭得再动人点儿。瞧瞧这小可怜们楚楚动人的样儿，真漂亮。哎，热闹虽然好看，但这里毕竟是东宫啊。那安平县主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太子妃哭起来好看吗？你还想让太子妃哭？你不想看？那肯定是不想才怪。过去听那罪妇罗氏说起过这个嫡女，说她性子怯懦，上不得台面。如今看来，怯懦是假，上不得台面是真。她好勇斗狠，敢如此嚣张，只怕也是得了萧晨燕的指示。她如此沉不住气，倒也省了本妃的力气。既是热闹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定国公夫人可知道了？胆子这么大，怎么就不敢拒绝太子妃的邀请，非要来趟这浑水？他还不知低调。定国公夫人屡次想见亲武都被拒绝，心里又是不悦又是着急，加上前天萧晨燕特意派人来给他传的那话，更让他心里惶惶之余又感到不痛快。这件事儿他瞒得极好，谢温和谢叔都不知晓。
其实当年他生谢灵的时候还诞下了一个女婴，只是那孩子太过可怕，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下那样一个怪物来。可那件事儿他明明处理得极干净。什么叫让我善待另一个孩子？那燕王妃到底知道了什么？是因为我不修口德，一直诅咒那个怪物，所以才导致谢灵变成现在这样。岂不是说就是那怪物在害我的灵儿？是我让人溺死了那小怪物，关我灵儿什么事？表姐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本宫已知晓始末，安平，你实在是太放肆了。谢少卿乃朝廷命官，燕王妃贵为王妃，岂容你们私下议论？燕王妃令人教训你们，合情合理。安平县主一愣，史翠薇等贵女也愣住了。她今日敢当众把青武和谢叔拿出来说事儿，本就是东宫授意的。燕王心腹今日受委屈了，你也莫与这群小姑娘们一般见识。不过你现在毕竟是皇家媳妇，于情于理都不该与朝臣走得太近。坊间那些传言一出，损害的不只是燕王府的颜面，也是皇家颜面。太子妃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我何曾受委屈了？受委屈的是他们呀。太子妃见谅，我这人呢脾气不好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漂亮小姑娘哭鼻子，今儿一时没忍住，吓着了诸位妹妹。你瞧她们一个个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多委屈啊！欺负人的是我，怎么又扯到朝中官员的身上去了呢？太子妃，我实在是不解，要不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太子妃表面是在给青武出气，实则是要把青武和谢叔有染的传言弄得人尽皆知，但青武突然来这么一手，把所有人都整蒙圈了。他明明白白说就是我故意欺负人呢，阴谋阳谋都是谋，玩的都是个遮遮掩掩，偏偏他不按套路出牌，乱拳打死老师傅。你和我玩心眼是吧？那我就把你心眼给撕了。太子妃脸色有一瞬难看，她现在完全是被架起来了。毕竟所有人都清楚青武教训这群贵女是占着理的，太子妃正是为难之际，一个太监惊慌失措地跑来，太子妃娘娘那几颗粉桂粉桂全哭了。什么？那几颗粉桂是他的心头宝，一方面他是真的心疼，另一方面这消息正好缓解了眼下这个局面。从今日起，往后每年你忌日，我会让人给你祭祀，不让你当个孤魂野鬼。你若有灵，就从灵儿身边离开，莫要再害她。你别怪我，别怨我，要恨就恨你自己生下来就我不会走的哟，娘亲。舅父来了呀。圣媳妇实在是10万火急，是来请你救命的。今天府上发生了些怪事，不断有鸟雀撞死在我夫人的院子里，处事有些异常，她现在昏迷不醒。淑儿审问了处事身边的大丫头，那大丫头说当年处事生下灵儿时还诞下了一个女婴，只是那孩子出生便夭折了。舅父，这话你信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定国公夫人自己欠的债就得自己还。谢文摇头，这一路下来他的心神翻江倒海，一方面是时至今日才知晓自己还有个女儿，而那个可怜的孩子竟刚出生就没了，另一方面则是愤怒处事的欺瞒。若孩子真的出生之后夭折，何必隐瞒？谢温只能想到一句话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那个孩子来找处事报仇了，那是他们的亲女儿啊。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处事为什么要做这种事。若妻子与女儿两者只能选一，定国公准备选谁呢？这是何意？若要救尊夫人，那你女儿就得魂飞魄散；若要保你女儿，那尊夫人就得血债血偿，以命相抵。一个是早就死了毫无感情的鬼女儿，一个是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爱妻。我两者都不选。那孩子也太苦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他，他就算来报仇也是应该的。至于处事，她是我的妻，若要以命抵命，便拿我的命抵给我那可怜的女儿吧。但愿定国公见到你女儿之后还能不改此愿。子渊、灵儿，父亲，姐姐，月朗弟弟，你们都来了。谢灵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姐姐，你能帮帮我妹妹和娘亲吗？不能哦。谢灵一愣，谢叔也怔了一下，谢温神情苦涩。谢叔看了一眼他，明白过来了什么。母亲她
可是，在小妹死后，还做了什么？做过些什么？小公爷还是问定国公夫人吧。定国公夫人，再睡下去可就不礼貌了。楚氏凄惶地睁开眼，对上谢温失望的眼神，他几乎要再度晕过去。夫人，时至今日，你还不肯说实话吗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，楚氏，那是我们的女儿，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亲骨肉，你怎能狠得下那个心呢？我狠心，我又何尝愿意？谁愿意杀了自己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国公府的名声？其他人都可以骂我，可以说我恶毒，可谢温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当年我生灵儿时，你和紫渊都不在，府上没一个能顶事的。是，当年我是生的龙凤胎，也是我下令溺死那个孩子，可这不能怪我，只怪他是个怪物。娘亲，妹妹她不是怪物。怎么连你也帮着那怪物说话？明明就是那个怪物害你变成这痴蠢样子。楚氏，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当灵儿9岁那年，为什么失足掉进湖水里？就是那个怪物在害他。灵儿，你也别再为了那怪物隐瞒，当初你发烧烧糊涂了，亲口承认落水时见过那怪物，就是他想要害你的命，将你拉进湖水里，害你变成这痴儿样子。谢灵呆呆地立在原地，他的智商就如孩童，9岁落水之后成了痴儿，说话就不利索，也是这次醒来之后才能慢慢地说些长句子的。难怪人间有句话叫做贼心虚呢，未曾亲眼见，未曾亲耳听，只凭自己想象，就觉得是那小怨童害了你儿子，刚出生就被弄死，莫名其妙还背上一口黑锅，这纯一大冤种啊！可不是吗？那冤种小鬼还挺能忍的，居然到现在才下手。2只鬼一唱一和，不说人话。所以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当年是妹妹在水下救的我。这不可能，是真的。就算当年不是他推你下水，那这些年你身上的伤呢？什么伤？国公爷日理万机，这些年的心思全放在怎么帮燕王身上了，自然不知道灵儿受了多少伤，那些伤痕蹊跷的很，压根儿不似人为的。谢温哑然，他想质问楚氏这些事为何从不告诉他，但又担心楚氏又将话题攀扯到萧晨燕的身上去。叶游忽然嗤笑：龙凤双胎，魂魄相依，同心同命，你自己造的孽，到头来还怪在那可怜孩子身上。什么同心同命？字面意思，这都不懂？谢灵与那小怨童乃是双生子，2人命格特别，都是有大造化的命数。结果那小怨童一出生就被你扼杀，你以为你只是杀了一个孩子，殊不知你还间接扼杀了你另一个孩子。生儿背下血债，逢九必遭命劫。你有个好儿子，本该报应在你身上的血债，全都由你这好儿子替你挡了。你这好儿子也有一个好妹妹，哪怕被你这狠心母亲杀了，溺死于冰湖中，魂魄不得转生。谢灵遭逢九命劫时，也出手相帮，救了他的命，替他挡了劫数。刚刚你说谢灵9岁落湖之后，身上总是无端出现伤痕，哼，你不妨再仔细想想，是否是从那日开始，你便日夜不休，时时刻刻诅咒你那可怜的小女儿。你恨她出生，恨她的存在，觉得她是你的污点，觉得是她害了你的儿子，你恨不得她生不见天日，死难坠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就算我诅咒过她，那又如何？这与灵儿受伤有什么关系？蠢货！叶游翻白眼儿，说不下去了。你乃他生母，你与他之间有骨血羁绊，你之言语可化利刃，你当自己只是随口诅咒发泄怨气，殊不知你的每句恶言都是刺向你孩子身上的刀。讽刺的是，2个孩子都是你生的，一死一生，你对谢灵爱之重之，对另一个孩子伤之恨之，偏偏这2个孩子魂魄相依，你对另一个孩子的残忍全都反噬在了谢灵的身上。谢灵是无辜的，那个孩子也是无辜的，只有你楚氏从头到尾杀女害子的都是你。那孩子他现在在哪里？他未必想见你们。我知道，可哪怕就一眼呢，我们对不起他，他不该遭受这些的，不该呀。他若愿意出来，我倒是可以让你们见上一面。
我只留一夜，明早天亮前他不肯露面的话，我便走了。父亲保重身子，幺妹妹自愿出来与我们相见，首先得让她看到我们的真心才是。是，子渊你说的对，我先让人准备香案，你去燕儿和生喜那边好好安排一下。我先带你们到西院歇息。王妃，鬼若受伤，如何才能痊愈？平他心中怨，了他心中结，抚他心中惧。多谢。没曾想世间真有七窍玲珑心，难怪这死鬼瞧见人家就笑得像朵花似的。青武居然没对这七窍玲珑心下手。叶游也是有够意外的，毕竟若挖了这男人的心，青武就能重新缔结与他上辈子亲人之间的因果，要寻到他们的魂魄，那岂不是简单多了？头一回来过公府，我带小徒弟到处溜达溜达，长长见识。叶游提溜着小玉郎便走了，院子里就剩下青武和萧晨燕。你今儿倒是挺沉得住气的呀，之前他不是挺不待见我对谢叔笑吗？楚师并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的为人行事。我非局中人，替舅父为难也无用，指手画脚反而添乱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过去不是贼见不惯我与谢叔说话吗？每次都和无眼鸡似的。你不是喜欢对着他笑吗？继续保持。青武一脸莫名其妙，他是不是中邪了？别说是判官比了，青武都怀疑萧晨燕是不是吃错药了。我又不是卖笑的，你让我对他笑我就笑啊，我偏不。臭砚台静悄悄，肯定要作妖。你还没闹够吗？你我夫妻一场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竟要开宗祠，还将祖老叫来，是你狠心绝情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母亲，将妹妹的牌位放入宗祠，公开此事，是我的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是你，谢叔，谢子渊，你怎能如此对自己的母亲？你可真是我养出来的好儿子。子不依父母之过，儿子有违孝道，当受谴责。但若愈错不究，纵母一错再错，遑论为人子，为人兄。母亲，我是你和父亲的儿子，也是谢灵与小妹的兄长。母亲错便是错了。母亲生下灵帝与小妹时左右无依，此乃我与父亲之错。小妹枉死多年，我与父亲浑然不知，使她魂无所依，魄无所归，此乃我与父亲失责。我们都错了，母亲所犯之错，我与父亲亦脱不了干系。我们都对不起小妹，失德、失责、不慈、不孝、不悌。子渊，你别说了，是母亲的错，这些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若背上这些罪名，谢叔就彻底毁了。楚氏虽对女儿绝情，但对儿子却是愿豁出命的。罢了，是我欠那孩子一条命，就让他将我的命拿去好了。我罪有应得，但这宗祠不能开。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我死便死了，你要让子渊和灵儿怎么办？有我这样的母亲，他们二人以后还能有什么前程啊？母亲真觉得小妹想要你的命吗？她不该无名无姓，她是我们谢家的女儿。明慧，我们的女儿不该籍籍无名的死去。我曾经想过，若咱们有个女儿的话，她该是我们的掌上明珠，被娇宠着，好好长大。不管她是什么模样，是人或是鬼，她都是我们的女儿啊。我错了，从一开始我就大错特错，是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是我毁了这个家。真是无聊透顶的热闹啊！难怪阿武死鬼不出来看呢，实在没意思。小徒弟胆子还挺大的嘛。啊，等等，你也是来叫我原谅他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想问你饿不饿？我点烛将这些供给你，你就可以吃到了吧？妹妹，你上来好不好？水里好冷的，我们一起吃好吃的。我吃不到的。为什么呀？我无名无姓，那女人厌恶我的出生，憎恶我的存在，我只配待在这湖里和鱼虾抢食，不配吃供奉。他们现在倒想给我取个名字了，但我才不想要。不想要，那就不要好了。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你全身都白白的，就叫你白雪好不好？白雪？对啊，你见过雪吗？就白白的，凉凉的，干净又漂亮。可我不干净，也不漂亮。那女人觉得我是个怪物。我觉得你很好看，还很特别，就像雪花一样，
在夜里都亮晶晶的。女孩怔了下，她一出生就被生母所弃，溺死于湖中。那时的她不懂恨，也不懂怨，她看到了本该是与自己一母同胞的哥哥逐渐长大，她也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听到过对方用温柔无比的声音冲大哥和二哥哥说话，那是她第一次生出不甘。为什么他就不能对我温柔呢？小雪妹妹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期待着你的存在，在关心在爱着你的。我爹爹也不爱我，他还想杀了我呢。一开始我也很难过，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好。可是我娘亲告诉我，世界上有父母爱孩子胜过爱自己，但也有不爱孩子的坏爹娘，这都不是我们的错。旁人不爱我们，我们自己爱自己便好了。若有人发自真心的爱我们，那就回以真心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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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来带你走啊。妹妹，你留在这里只会不开心，会受伤。我想和你一起走。你舍得那个女人还有你父兄吗？谢灵想说，那也是你的爹爹和兄长。舍不得，但是我不想妹妹你伤心，也不想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你和我走了，他又要觉得是我在害你了。对不起，都怪我太笨了，是我让母亲错怪了妹妹，是我害了妹妹。更何况我也走不了。他说着，看着泪眼汪汪的谢灵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，以后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别老想着护着身边人。笨哥哥。他声音落下，消失不见。谢灵忽然闭上眼，竟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小玉郎在湖边看着，耳边响起小女鬼的声音：谢谢你，白雪这个名字我很喜欢。谢家族老们连夜被叫来，当听闻处事所作所为之后，族老们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。那孩子的名字记入族谱自是没问题，但她乃女子，女子都要外嫁，岂有入宗祠将她的牌位与祖先供在一起的道理呀？我意已决，我女儿枉死至今无名无姓，她死时已是冤屈，凭什么死后不能得香火供奉？谁要入你们谢家宗祠？我生来便死，无名无姓，无父无母，不得自由。是你们先不要我的，我也不要你们。小女鬼望着处事，你很厌恶我吧？我也很厌恶你，我不需要你的愧疚。孩子，他曾想过，曾奢望过，但现在他不想要了，好想结束这不得自由的鬼生。是你给了我命，也是你要了我的命。生恩已偿，我不欠你，但你还欠我太多太多。现在该是你赔给我的时候了。不要啊！你该死！我不欠你的！轰隆一声巨响，乌云骤起，电闪雷鸣，似引发了天谴一般，雷声轰鸣。下一刻，雷霆落下，眼看那道雷霆就要落在小女鬼的身上。吵死了！你安静点。原本轰鸣的雷声像是突然被卡了脖子，四周死寂，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子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你就给我整这死出啊！故意引动天雷下来，想被劈个魂飞魄散。瞧你那点出息，给你机会报仇，你给我玩自杀，丢鬼现眼的玩意儿！自杀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要照我索命吗？真要索你的命，你能活到现在？子女弑杀父母，天打雷劈。之前我就说过，这冤种小鬼命格奇特，他一生下来就被你溺死于湖中，又被怨气所附，化为地缚灵。化鬼的时间虽短，却修出了实体。原本以他这种鬼物滞留人间就不合规矩，更别说他还故意放出鬼气来杀你。处事怔怔地瘫坐在地上，失神地看着远处的苍白小女鬼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恨我吗？我成全你罢了。愚蠢，到现在还没看清困住你的是什么吗？我能怎么办？我原谅不了他，我也不想再被困在这里。我受够了这个地方，还不如魂飞魄散来的干脆。谁说要你原谅他了？他的怨气曾困住了你，而真正限制你的却是你自己心里的不甘。若他值得你如此堕落，倒也罢了，可这样的一个母亲，值得吗？你若真想魂飞魄散，也不必整那么多过程，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。不要伤害他，不要！不管是天打雷劈，还是要以命抵债，不管是什么报应，都报应到我身上好了。谢温凄声说着，
望着小女鬼，朝她露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。见过了她的模样，定国公还是愿意认这个女儿吗？她是我的女儿，不管她是什么样子，她都是我女儿。所以啊，这人与人终究是不同的，有人弃你如敝履，也有人视你若珍宝。小丫头，看明白了吗？的确不值得。小女鬼没分半点目光给楚世，最终往谢温和谢叔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身影就化为流光，消失不见了。不要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他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什么，那一瞬，他像是彻底清醒了过来，意识到这些年下来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他亲手扼杀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恶毒地诅咒着自己的孩子。然而迟来的忏悔比草都贱，不但可笑，还很恶心。谢温四处看去，满眼惊慌。他去哪儿了？获得自由，自然是去他该去的地方。谢温一怔，心里失落又难过，他甚至没能与那孩子讲上一句话。他是去转世了吗？来世会有个好人家吗？横竖是比待在你们家好的。好，他好就好。热闹看完，回家。且慢，处事他会如何？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因果循环，自有道始，寿有天定，命由己造。他给自己的女儿造了个地狱，现在轮到他自己享受这个活地狱了。从枷锁被打破的那一刻起，报应就来了。此刻的处事瘫坐在地，疯疯癫癫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俨然已经疯魔了。今夜定国公府的事儿算是落幕了，至于之后谢温要怎么处置处事，金武是懒得打听的。横竖处事活着就会继续受折磨，死后也会按阴司的秩序丢去得到该有的惩罚的地方。他一路都在打着哈欠，见男人没个眼力劲儿，不满的嗔怪：小玉郎都会怜香惜玉，你那么大个人都不知道和孩子学学啊！萧晨燕莫名挨了批评，见他那娇气模样，不禁摇头，稍微弯下了身子。金武立刻露出笑脸，噔噔噔上前趴在他背上：回屋睡觉，驾！得寸进尺，你走不走？金武捏住他耳朵，男人无奈背着他不疾不徐地往莫石院过去。你倒是稳得住，比我这个看热闹的还想看热闹的，不怕这事儿过后与你舅父生了嫌隙啊？人做错事总要付出代价，我做不到爱屋及乌，冷眼旁观都是尽力。你是为了那孩子才去的？活人的事儿与我无关，死人的事儿嘛，看心情管管喽。他命格特别，若是活着便是天生的灵童，纯净无垢。若非他死后化为地缚灵，我还抢不到这个好苗子呢。他真去投胎转世了吗？我睡着了。哼，就知道他无利不起早。从一开始他决定去定国公府，就是奔着去赎鬼童宫去的吧。既然那孩子从未想过要处世的命，你之前说谢灵为了处世挡了几次死劫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涉及一个运字嘛。处世对亲骨肉下手，让那孩子变成地缚灵，有地缚灵的地方天然聚阴，因晦气汇聚，气运也会一衰再衰。那么多灾厄晦气，最终全落在了谢灵的身上了，不就是替处世挡了死劫吗？哎，我是真睡着了，不许再问了，问也不理你。但听清武的意思，定国公府的聚阴局已破，谢温他们不会再被影响，谢灵也能逐渐恢复正常。